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越担心的事情越容易成为事实。这句话虽然不是绝对的真理，但是在心理学上跟生活经验中呢，却有它一定的道理。那为什么越担心的事情越容易发生呢？因为担心会让我们的心理先预设失败，那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暗示效应，暗示我们会失败哦。那心理学上叫做自我实现预言。担心也会使我们的心念跟注意力呢集中，而让我们一直看到担心的相关的事情。那心理学上叫做选择性注意。当我们一直担心某一件事情会出错，那例如孩子会出问题啦，工作会失败啦，事情会不顺利啦，等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大脑呢就会特别留意所有可能证明这件事情的讯号，结果本来是很小的问题，被我们放大成为什么？果然会发生的大问题，果然发生的啦，印证的啦。也因此呢，担心会很容易影响我们的行为，而这个行为呢，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那这个就是刚刚所讲的嘛，自我实现预言。那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讲大家会更明白。例如说，球队在比赛的时候呢，越是担心自己球场的表现会不理想那结果就真的表现会不理想。不是因为说担心会带来坏运气，不是这样，而是因为担心会让你的身体跟球技呢无法正常的发挥啦。担心考试不会过关，心理压力太大，读书效果就不理想了。因为就好像带着压力去考试嘛，结果反而考得不好患得患失所以成绩会不理想。所以感情上的事情也是一样的道理越是担心会失去呢，越容易失去。因为人在强烈担心的时候，很容易造成什么？行为失常失衡那这个时候通常会怎么样？很黏过度查情查对方的情也会变得很敏感，也很容易情绪化。说话变得小心翼翼而且很会猜疑甚至要求对方呢给我们更多的保证，来安自己的心那这些失衡的行为会让对方感觉被压力包围而造成彼此的关系更紧绷甚至想远离那这种失衡的行为在佛法上就叫做失去平常心所以人一旦失去平常心呢，整个人就会变得很不正常一个人如果心里反复想着哎呀我会不会被抛弃会不会被离开那眼光就会放在对方怪怪的地方，很敏感这个时候即使对方一个小小的细节或一个小小的动作呢，我们都会做负面的解读解读为说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啦这样长期下来呢，这种负面的解读会让自己的情绪不好，因为会疑神疑鬼那说起话来也会带着负能量所以自己的心要先安，对方才会安心靠近你当你表现得很笃定、很自信、很自然、很自在，这个时候反而容易吸引对方，越想抓越抓不住，越懂得珍惜跟陪伴呢，就越能相互靠近感情要用心去经营，不是用担心去守住了担心不会让结果变好，反而会让担心的事情成为事实所以才说嘛，越是担心失去，越容易失去。担心本身不会造成问题，但是担心所引发的行为可能会担心虽然不会直接成为事实但担心会改变我们的心念跟注意力而进一步影响我们的行为跟判断
最终呢推动事情往我们所担心跟害怕的方向去走例如啦，越担心等一下上台会讲得不好，或越担心等一下上台会忘词或者讲错，结果因为有这样的压力嘛，而真的会忘词而表现不理想那这种现象也常常发生在一些上台要分享的志工身上心得分享上台之前很紧张草稿写了一大堆，结果上台之后呢，全部没有照稿子里面所写的去讲这个是什么？心先乱，事就乱；心安则处处安，心乱则处处乱就是这个道理的其实有一个道理呢，我们要很清楚，现在正在烦恼事情的这个人不一定是将来要面对事情的那一个人因为第一3个原因第一，事过境迁可能我们的人生历练增加了嘛，所以看事情的角度跟观念已经不同的啦。第二个原因，也可能我们经过岁月的洗礼智慧已经增长了，因此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提升的啦。第三个，可能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了啦，因为人生很无常嘛。那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事情还没有到的时候，可以提前准备，但千万不要提前烦恼因为你烦恼也是无济于事的。有些人是事情还没有来结果怎么样也还不知道，他就已经开始提前担心跟烦恼，开始紧张啦、烦躁啦、睡不着啦这样就不好。所以活在当下是很重要的生活态度，也是人生的智慧啦。因为活在当下的人，他不会计较过去他也不会担心未来那担心跟烦恼有什么不同呢？担心是烦恼的前兆，烦恼是担心的结果。担心呢比较短暂，烦恼呢就比较长久了。担心是事过境迁就没有了那件事情很担心，过了就没事了。那烦恼是什么？生生世世不间断那这个跟你没有觉悟跟解脱也是有关的其实烦恼的前兆不只是只有担心而已像是非啦、困难啦、挫折啦、障碍啦、逆境啦、抱怨啦、困扰啦、忧虑、嫉妒、迷惑、伤害等等。而五毒的贪嗔痴慢疑更是众生烦恼的主因嘛。那这些苦因，如果我们不能事先把它对治好或苦源无法预先把它找出来一旦长期累积或情况恶化，那就变成烦恼了。那这个烦恼就变成生生世世的，这很长的那这个就比较难处理的了其实适当的忧虑没有什么不好不是说担心忧虑就不好适当的担心跟忧虑没有什么不好，它可以使一个人进取。因为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不是吗？所以人生有些事情还是要提前去思虑、去担心、去忧虑但是过度的忧虑跟担心就不好，过头就不好啦，因为它会使一个人变成悲观、消极、颓丧嘛。所以这个分寸要拿捏得很好，没有绝对的啦。有些父母很会操心跟担心孩子，但孩子未必因此变得更好嘛。父母对孩子的担心越多呢，或不信任孩子，那孩子反而不会变好。例如父母一直担心孩子会不会乱交朋友，功课会不会退步会不会竞争不过别人将来会不会没有出息等等那孩子听久了以后，内心会产生一种想法原来我都不被父母信任，我好像很糟糕反正我怎么做他们都是不满意等等既然你们都这么否定我，那我就让你们的否定成为事实从此以后的行为就越来越偏差了嘛。这个都是我们为人父母曾经有过的人生经验不是吗？所以
要学会多祝福孩子，而不是责骂孩子，甚至诅咒孩子啊！因为树木花草是往阳光的方向生长啊，人生是往鼓励的方向去，鼓励跟祝福的方向去努力啊。那父母越担心孩子，孩子是越没有力量，因为担心本身就是一个不安嘛。那父母对孩子不安，孩子自然也会不安啊。因为孩子会认为什么？父母的不安是我造成的啦，所以也会对自己不满意或自责，孩子也会自责啊，因此失去信心啊。所以近思语才会说嘛，不要操心烦心，但是要多用心。那正言上人甚至说，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失职跟用错方法的父母。失职跟用错方法，强调问题在父母，而不是孩子，责任是在父母，不是孩子。这个里面蕴藏着很深的教育的道理的，值得我们体会啊。其实对孩子控管太多呢，反而会让孩子失去成长跟独立的空间哦。父母从担心变成控制，那孩子就学习不到负责的嘛。因为孩子的路都被铺好了哈，他怎么去走自己的路呢？变成长不大的妈宝了嘛，不是吗？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越被照顾越不会独立，越被监督越不想努力，越被担心越没有自信。因此，父母的担心反而造成孩子的无能啊。父母如果经常对孩子说：“哎呀，你这样我会很担心。”那孩子听久了就会变成，反正我做什么事情都会让父母操心。那时间久了呢，慢慢造就了孩子缺乏勇气，不敢尝试，不敢面对挑战，因为担心父母操心，不做不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面对事情很容易退缩了等等，这些都不是为人父母要的，但确实会发生在孩子身上。有一句近思语不只对亲子关系好用用在人际关系也是智慧啊。这句话我们曾经讲过了对人不放心是对自己没信心的。那这句话乍听起来好像是在讲别人别人不对，那我没有信心其实真正的重点是在自己这句话是针对人我信任跟心念上的大修行呢。为什么对别人不放心，对自己没信心呢？因为不放心别人，就是怕别人做不好嘛，所以会怕那是因为什么？自己没信心而造成不安心，很超烦，很害怕，怕孩子学不好怕别人做不好，怕事情会搞砸，怕先生有外遇，怕自己怀才不遇，怕自己遇人不淑等等操心不完佛法告诉我们，外境是内心的投射。我们读书会经常会提到万法唯心造跟自性显现那我的第9本书存乎一心也都是这样的道理佛法说外境不动，唯心自乱意思是说外在的事情没有变变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是你的心乱了，才造成自乱阵脚，庸人自扰了你一直担心别人做不好，其实是自己的内心不安稳，而产生这样子的担心心如果是安定的，心如果是清清楚楚的对别人很信任，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这样即使别人能力很有限甚至没有什么才华了，也做错事情了我们也可以拨乱反正扭转乾坤因为我们可以教他，我们可以陪他，甚至重要时刻我们自己有信心，没关系，你有问题我来补位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心有力量就不会对别人不放心了，心没有力量，再多控制也不放心2002年我去新加坡当执行长的时候呢，新加坡的慈济会务是百废待兴要人没人，要钱没钱那没钱还好处理没有人真的是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没有志工怎么去办活动啊？怎么去发放赈灾啊？怎么去募心募爱啊？怎么接引会众呢？那个时候啊，只要有人进来我们牛车水的会所啊，问我说：“师兄，我很爱抽烟，可以进来做志工吗？”我都会回答：“可以，赶快进来。”也有人会问我：“啊，我很爱喝酒，这样可以做志工吗？”我也是说可以。更有人说：“啊，我因为做生意的关系坏习惯很多呢，这样可以进来做志工吗？”我全部都是答可以。如果这样不可以，那样也不可以，我们去哪里找志工啊？是吗？管他是黑猫白猫，只要能抓老鼠的都是好猫啦。否则自己一个人能够做什么事情啊？所以要先扇门大开啊，让大家进来再讲啊。他要做事情，先让他做，先乐观其成，再来慢慢导正。透过边做边学，边走边整队，最后每一个人都会改往修来，而有所改善。因此，每一位要来做志工的，我都很珍惜啊。那时候啊，每一位志工我都给予信任跟重任，因为毕竟能够进来当志工的都是有心的人跟有缘的人嘛。那我们当然要知缘、惜缘、结好缘啊。那个时候呢，我们新加坡的医疗团队很强有心的医生跟护士也很多了。那我们那时候就积极推动了跨国义诊所以跨国义诊一直到现在还在持续进行尤其是斯里兰卡跟柬埔寨一直有很好的义诊因缘那义诊的范围包括什么？包括不只是中医怎么那个西医不止内科外科还有肿瘤科外科的手术等等。因此每一次动员的志工都要超过200人。那既然这是一件大事情所以义诊的总协调必须有人发心承担嘛，必须有永续的心理准备那时候呢，有一位很有心的干部做事是尽心尽力，又很有责任。我想重用他啦，但是他担心责任太重，怕刚开始经验也不足很怕自己做不来，所以他不敢答应然而这么大型的义诊缺少总协调，义诊会没办法做，因为这是关键的人物于是我就找他长谈跟他说了，这个义诊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不是人人有这样的机会那你跟我呢沟通很顺畅，也无所不谈如果我把经验传承给你，那你在开义诊会议的时候，只要有不懂或有疑问的地方呢，你可以立即打电话给我，我会马上给你正确的答案，让你好做事情，并且向他保证依你这种精进承担工作的精神，以及不懂就问的那种学习心态你会很快就上手了，我对你有信心最后我还给他一个承诺这个是他最后慨然答应的关键因素我跟他说你尽量做啦，任何时候只要你觉得做不来的时候呢，我就立即补位，不会让你为难，让你无后顾之忧。就这样呢，他在没有压力之下呢，让他欢喜接下义诊的总协调工作。接下来呢，我们举办了无数次的跨国大型义诊过程中呢，我们历经无数的困难挑战那总是把佛法应用在义诊的工作当中让很多问题呢迎刃而解，而产生成长的喜悦。而他也因为勇于承担造就了非常丰富的义诊的实战经验现在他也可以把自己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跟心智的成长去跟大众发起分享他就是目前承担我们慈济新加坡分会执行长的邱建一师兄他因为也后继有人了嘛，培养很多人才出来了嘛他培养的啦他现在跟他的师姐全心投入回馈佛陀的故乡，长期在印度的菩提迦耶跟尼泊尔的蓝毗尼呢佛陀的出生地在那边付出了。那举以上这个例子呢，是我们要探讨当初如果我只是要找一个人来承担工作，只是想解决一件事情而已，
只想把工作丢给别人而已。这样要邀约他来承担总协调的事情，可能就不会成功。那个时候我是抱一个信念的，只要你碰到困难，我就随时补你的位置；只要你碰到问题，我就立即陪伴你一起解决问题，让你完全没有后顾之忧。所以有一个观念很重要，不是把人才推举出来，然后让他自己去面对，不是这样，而是你去做，我挺你。这个比任何的人才培训的更有效了。这才是真正的传承，不是把工作丢给别人就叫做传承。那我把义诊总协调这样一个工作安排给一位从来没有经验的志工来承担呢，那是我对他很放心啊。那这也是我对自己很有信心啊。反过来说了，我如果对他没有，我如果对自己没有信心呢，那我就会对他不放心啊，甚至他在做的承担的过程中呢，对他担心操心了，这样对他来说就会感觉不被信任而有压力，这样他就会做不久。其实人群中的修行呢，我们都是提醒自己了，只有感恩的本分，没有抱怨的权利，这样对别人没有抱怨，也没有担心，人家才会越做越欢喜，越做越有力啦。总而言之啦，自己有信心，而对别人也不操心、烦心、担心，而是事事多用心，这也是成就事情的重要的因素跟理念啦。好，我们今晚读书会，越担心的事情越容易成为事实，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那是生生世世